各位亲爱的嘉义的同学，大家早安。好，非常欢迎我们嘉义的同学哈，在礼拜六的一大早，好，还有特别从阿里山下来的，我们特别给阿里山下来的同学鼓掌一下哈。好，那我们先让阿里山的同学先上来好了啦。来，好，为什么要特别介绍他呢？因为这跟今天的题目有关哈。来，到台上来哈。因为这位同学，我印象中他以前应该是一个科技人。好，然后不晓得为什么有一天突然是开窍了还是昏了头，不知道，就开始到阿里山去做民宿。那我想民宿其实可以说是一个谋生之道，也可以说是一个工作或生意。可是其实它应该也是一种生活方式。所以我想请他跟大家分享一下。当你去跟整片山在一起，当你甚至有时候台风来或阿里山的路断掉，山上只剩下猴子跟水蛭的时候，他怎么去看待这样的生活方式？那因为那跟我们平常在都市里面住在城市里面的生活显然是很不同的，好不好？来，我们先请他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哈，然后他自己怎么看待他的生活方式，或是如果今天的这个题目万物都是零，他怎么去感受到万物都是零的这件事哈？那我们可以问他，到底阿里山有没有灵？阿里山有没有山神、土地公有没有什么山的精灵之类的哈？来，他不知道他要上来。因为我也不知道他要上来。大家好，其实我从台北到阿里山20年，然后我刚去的时候其实没有想很多，只是想离开台北，离开工作岗位，然后我周边所有的人没有一个是赞成的，然后甚至有些人只是默默不语，觉得我反正自己会逃回台北。然后，我是经过了很多年以后，在跟家人分享山上生活的时候，因为我寄了很多笋子给他们，因为我到山上就只能给人家农产品，然后他们才告诉我说，为什么他们也很意外我没有逃回台北这样子。那其实，我去年下半年我把山上结束了，因为我觉得我的体力好像也很难再负荷，因为我在维修方面是我的很弱的地方，但是哪里坏掉，其实我的压力很大，因为我会觉得愧对客人，其他我能够做的我就尽量做。但是我还是觉得会愧对客人这样子，然后20年这中间有经历过88水灾，其实整个山上半年内几乎都没人，像个阿里山跟奋起湖都像鬼城，突然完全从那个都是路客，你根本没地方拍照的景象，突然变成像个鬼城。我觉得我可能是老天爷特别疼我，我不太用大脑去想什么事情，就是离开台北也没有多想，然后在山上碰到88水灾，我也没有多想什么，大家都快要逃离山上，但是我就正好趁那个机会整理我平常没有办法做的事，就是整理花园，然后就
就陪我把爸爸妈妈接来嘉义，我就陪他们。反而是在最艰困的时候，大家都认为最困难的时候啦，我反而是最充实的时候。然后，日子很平安呢，天下太平的时候，其实是我，在这个，生意当中很混乱的时候，所以我一直相信，在很艰困的时候，我会告诉我自己说，这个就是要我度过什么，一个艰困，他要带给我什么礼物，我一直这么相信。然后，但是虽然这么想，在山上我还是会遇到，很多的挫折。当然，开心喜悦的事是很多，但是那个挫折会让我觉得，是我自己个人的问题。因为我会有时候客人真的很棒，他们会很想找我聊天，了解山上。我其实跟他们聊天，我是很开心的，那是我们走下去的动力。但是有时候我们又陷在一个这边有问题啊，那边要处理啊，事情怎么这么多啊？然后自己就陷入很烦的一个状况下，在那样子的美丽的地方，可是跟我的心境是不太符合的。大家随便看到落叶就觉得很美，可是我看到落叶就觉得，为什么这么凄惨、荒凉，到处都是杂草跟蜘蛛网？我走来走去都是在看这些东西，客人走来走去都在看那些赞叹的山景啊。所以真的是个人自己的问题。然后，所以我去年要离开，当然很多因素，外在的因素加上我个人的因素，我本来是非常舍不得的，非常舍不得，因为有时候我晚上一个人会在院子里面静悄悄的，我会逛，我会觉得，这棵树怎么突然变得这么漂亮，我怎么都不知道，然后那边这个角落怎么我怎么都平常都不会去注意到它们，那事实上。真的就是万物都是灵的那种，它一直在，好像很强烈的一个能量或气场，它要跟你互动，它要告诉你什么，然后，你会觉得哇，天，就是因为后面是山跟山谷，在那个天地万物之间，好像没有办法用言语来形容你当时的心情，一切都是那么棒。所以，我觉得在山上经历过蛮多事情的，起起伏伏，然后我会觉得，我比较独立自主，比较有力量，因为很多事情必须靠自己。然后，我昨天晚上回来嘉义，那我前4、5天带我爸爸跟我姐姐去绕台湾一圈，开车，我也觉得很惊讶，我为什么能够做得到？因为我爸爸90几岁，然后我姐姐也是老弱妇孺，变成我都在照顾他们，开车这样，我会觉得哇，我是受过训练的，然后体能应该也是蛮好的，只是就是。我相信生活中还是有很多老天爷一直都在照顾我们。然后东部风景这么好，路这么宽广，人那么少，然后天气又好，真的是很棒，也不用出国。然后其实转个念，日子生活都很棒，但是我们又很容易陷入生活中的琐琐碎碎的。一些觉得很烦恼的事，
我觉得我一直都还要在学习，可能永远都还要学习下去，因为我觉得我一直都在起伏当中，然后所以说必须一直走下去，一直好好的再学习下去。好，我们谢谢这位同学的分享哈。那其实他一直让我觉得很感动哈，因为每次许医师到嘉义来他都会从阿里山上开车下来，好几乎每一堂课、每个讲座都必到。好我们先就同学的这个经历再切入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哈生命密码全面启动，万物都是零。好，那刚才赵文主任有提到为什么会定这个题目？那当然，因为之前有一本书许是有一本书就叫做《万物都是零》。好，然后好像我有一点是不是搞错还是怎么样？那本书应该是在SARS 的时候出版的，是吗？2012，所以有点弄错哈。那先回到当年在 SARS 刚开始的时候 ，SARS 是2003，好 ，SARS 是2003。那时候我也是在新北市联合医院在担任精神科的主任。好，那时候已经也学习赛斯很多年了，所以当年在感受到 SARS 的时候，那就从赛斯心法的角度当然会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体会。那尤其是这1-2年，我想不管是在座的同学或是全世界的人类，我想在这1-2年，那其实都是感受非常深刻，就是仿佛一个人类的世界有了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传染病。可是记得这个 COVID-19 新冠肺炎刚开始起来不久的时候也出现很多的新闻或是假新闻比如说这个河里面的鱼又变多了，那空气又变得很干净或是什么地方的这个野生动物又变得很旺盛。所以一个人类世界的一个灾难，好像反而拯救了环境跟地球。那我自己印象非常深刻的也是台湾的中部横贯公路中横。那记得以前中横是可以直接从谷关一直到东部。好，后来应该是921地震，整片山体都移动了。好，所以中横到今天都还没有开通，对不对？以前旧的中横，那最早的中横就是当年跟着蒋中正到台湾来的那一群老兵，后来因为没有仗可以打所以就到中部横贯公路，后来我们的清境那边就是退辅会慢慢这样来的。好，所以那时候921地震之后，整个中部横贯公路整个断掉不通了。后来陆续看到很多新闻就是山上的黑熊变多了山上的鹿啦、山羌啦都变多了因为少了人类的干扰，所以那时候就觉得刚开始灾难发生的时候觉得怎么会这样这么多人的牺牲生命辛苦的奋斗，好不容易这样的一条这么不容易的横贯公路开通了，可是没有想到对人类的一个福气，似乎是对其他的万物的一个伤害，
好，所以刚才我们的同学提到88水灾后整个阿里山几乎有半年其实是没有任何的客人。好，我相信那时候所有的野生动物或者环境应该是很开心。所以他刚刚讲了一句话，我其实还蛮感动的。看起来是如此的悲惨，可是可能也是心灵真正的平静下来的时候。好，那从今天的主题我要从几个角度切入。其中一个角度是前几天我大姐的儿子来找我聊天，因为年轻人嘛虽然说他是年轻人，可是应该也都是40岁有了吧。然后最近他的太太怀孕，然后又刚买了房子然后很多人生的这种困境也好，疑惑也好，然后开始感觉到很多的茫然，所以有时候就会想来找舅舅聊聊天。好，后来在跟年轻人说话的时候，我就跟他讲，我说，志平，舅舅发现好像你的很多思维方式都是比较偏向逻辑、理性跟分析。他就说对啊，本来我们这个世界，尤其是我们的教育或我们的不管是男性或女性，从小到大我们受的思考的训练，本来就是偏重逻辑、理性跟分析。好，这时候他太太就补充一句话，他说：“对啊，好，你不是常常想要找出一个所谓的普世原则，好，然后套在人生身上的一个所谓的方程式，好，就好像我们在学数学、物理、化学都会有一个方程式嘛。那如果我们找到了一个方程式，简单来讲，这个方程式可能可以套用在所有的运算上面。好，所以在座所有的同学，可能你们也会希望得到一个人生的一个方程式，比如说，我到底要怎么交朋友？比如说，我怎么样经营一个婚姻？可不可以给我 SOP？ 可不可以给我 DIY 的顺序？比如说，第一步方法是什么？第二步方法是什么？就你给我一个按图所记的一个方法，然后我按照这个方法去做，我就会赚到钱，或我就会人缘很好，或是我的人生就会成功。就是可不可以给我一个人生成功的方程式，或是做人的一个方程式？我按照这样的公式去按表操课，那我的人生就会一帆风顺。好，那后来这个他的太太就说：“是啊，好像你会有这样的一种思考方式。”来，再回到我们刚讲的，所以当我们渐渐长大之后刚赵涵主任也提到，人类自认为自己是万物之灵。好，那万物之灵最大的不同是，所有的生物里面，可能人类所谓的有意识的思考是最发达的，是最发达的。意思是说，其他的万物似乎都在某一些生物的本能上面运作。那人类凭借着他的思考，好，人类凭借着如果从生物学上来讲，你可以说他发达的大脑，有意识的这个自我，好，人类开始产生了各式各样的思考活动。
于是让人类跟其他的万物开始产生了差别。好，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各位也很理所当然，人类成为了这个世界上的霸主。好，虽然人类的体型不是属于大型动物，人类也不是像恐龙或狮子、老虎有这么锐利的牙齿，可是人类的这个动脑的部分，人类会动脑，所以简单来讲，人类变成地球上等于说唯一的优势种族。好，所以这200-300年来，等于说整个地球其实变成是以人类的文明为主要的一个发展的方向。好，如果我们这样讲的话，仿佛我们所谓人类的世界越旺盛。好，简单来讲，比如说房地产越旺盛，比如说如果我们嘉义，房子越盖越多也好，工厂越盖越多也好，或我们的整个土地的开发，越来越旺盛也好，所以产生了一个问题，好像人类的世界，比如说像我们这个空间显然它是一个大礼堂。好，那人类的生活方式人类所建筑的，我们讲高铁也好，高速公路也好，所有的交通开发也好，仿佛对我们而言，人类的世界越旺盛，越文明，越兴旺，似乎好像是地球所有其他生物的灾难。来，是吧？各位，仿佛是地球所有其他生物的灾难。好，如果举这个例子来看，假设你们大家族里面，假设你们是一个大家族，家族很多人嘛，这个伯伯、叔叔啦、舅舅、阿姨啦，一个大家族如果某一房或某一个家越好，应该是对其他产生很大的提升嘛。可是好像不是这样，好像是这个家族的这个人越旺盛，好像其他人都没有生存的空间的感觉。好，所以问题就来了，各位，就产生一个矛盾现象。好，当年的 SARS 也是一样，现在的 COVID-19 也是一样。所以看起来，如果我们这样说，如果整个人类的世界遭遇了灾难，就仿佛刚提到的88水灾、921地震，或之前大陆的汶川的地震，仿佛人类的世界遭遇了灾难。从反方向来看，竟然是其他万物的福气。好，举例来讲，我记得以前在念台湾地理的时候，以前整个台北盆地可能都是野生动物园。在100-200年前，甚至会有水鹿啦什么之类的大型的这一类的哺乳动物，在台北盆地跑来跑去。我相信嘉义也是，也许100-200年前，嘉义是一个万物非常旺盛的一个时代。好，所以回到刚讲，就有一个我们小小悲伤的结论：为什么好像要人类的世界遭遇到这么大的灾难，才好像是其他万物有办法复原或所谓的地球的疗愈？来，各位有没有发现问题所在了？或是刚才我们的召文主任提到，赛斯在《梦、进化与价值完成》这本书
提到，人类为了自己医学的发展，好，包含这一次啊，大家打的这个 COVID-19 的疫苗，好，人类为了自己医学的发展，我们用了多少的实验动物？好，比如说各位，我们讲女性同胞好了，有时候你们去买化妆品，现在有些化妆品还会特别有一行字哦，本化妆品基于人道主义，没有动物实验。有哦，对，你们去买化妆品，你们一定会看到，因为有些化妆品，它要先用在动物身上，或者你去买一件这个皮大衣好了，或是所谓的貂皮大衣，它会写本这个貂的养殖场是基于人道养殖，所以在取下貂皮的时候，这个貂没有受到任何的残忍对待。OK， 好，所以我刚刚讲化妆品上面开始都有这样的声明，好，本化妆品没有经过动物实验。那我们回到医学，好，昨天才听到这个一个讯息就是有一个学员的妹婿因为之前心肌梗塞，然后导致后来心脏衰竭，所以在之前不久换了一个人工心脏。人工心脏，那人工心脏现在一个如果自费的话，要450万，一个人工心脏450万。那如果申请健保给付有通过，那你就需要部分负担，部分负担的金额是150万新台币。所以各位以后心坏掉了，要准备多久？多少钱？450万。因为你们还太年轻，不符合健保给付。好，一颗心脏450万。好，可是不是一直用下去哦，只能用6年。好，那一颗人工心脏，只能用6年。好，就是6年后一定要做心脏移植。好，否则还是会出问题。好，就是450万，只保你6年。好，那我的重点不在于这个问题，我的重点是，各位你想想看，要完成一个人类的心脏移植，要死多少头猪或猴子？那当然，各位你会说，那没办法，要救人啊。所以，你人类的心脏移植，当然一定要先在动物上做吗？一定要先在动物上做，行得通才能用在人身上。包含我们现在的新冠肺炎，之前徐师就讲个笑话，之前全世界最火红的动物是猴子。因为大家要做新冠肺炎的疫苗，缺猴子，所以高雄要发大财了，叫猴子出得去，钱进得来，高雄财山要发大财。因为全世界都缺猴子，因为美国大部分的实验室所用的猴子都是从大陆进口，可是现在大陆自己不够用。他不要出口给美国了，所以美国产生很大的危机，比现在晶片危机更严重。晶片危机对不了，你没有车子开，没有手机，各位缺猴子，没有疫苗，所以全世界都在抢猴子，所以高雄要发大财。好，回到刚讲，当然我们以人的立场，各位 OK 啊，那我要做人类的心脏移植，我先在猴子、先在猪身上做实验，没有问题。但是各位，我们今天如果以造物主的角度来讲，
牺牲你家的儿子去救别人家的儿子，你要还是不要？来，要的人请举手。我们等一下，立刻有人跟你联络。来，各位有点明白？好，许医师这个比喻，牺牲你们家的儿子去救别人家的儿子，你要还是不要？各位，那你就会说，那这跟人类跟猪、人类跟猴子有什么关系？各位，有关系呀，因为今天台湾的社会相对上安定，相对上中产阶级力量还很强。今天如果我们到了一个落后国家，到了一个根本没什么法治的国家，我告诉你，你们家的孩子就会比猴子还不如。我不知道各位明白我在说什么吗？举例来讲，今天如果我们到了中南美洲，比如说我不要特定举哪一个国家哈，我们到了中南美洲，各位，我是大毒枭，我财产几百亿美金。好，你们家的孩子是在贫民窟，那个贫民窟一天死个几个人，不会有人来理你的。那么我家的孩子快要死掉了，那你家的孩子心脏刚好适合我家的孩子，你觉得我会不会把你当猴子？会，搞不好比猴子还不如。我不知道各位理解我在说什么吗？各位，所以在中南美洲有很多器官的黑市买卖，因为今天没有身份、没有地位，甚至流浪汉，有些黑市的器官买卖找流浪汉下手。反正你是流浪汉嘛，反正你是社会阶级里面的最低阶级，一个流浪汉的失踪，不会有人在乎的。对警察单位来讲，他少了一个麻烦。各位明白我的意思？一个流浪汉，一个乞丐的失踪，不会有任何人追究的。如果他根本也没有家属，根本跟家属也10-20年没有联络，搞不好家属都以为他已经死掉了。那消失了一个流浪汉，消失了一个贫民窟的小孩，能够拯救一个毒枭或大财阀的一个儿子，你觉得你的儿子或是你的女儿会比一只猴子还要有地位吗？来，会还是不会？不会，不会。所以赛斯为什么要讲，就是同类的逻辑。所以以前希特勒用犹太人做人体实验，看看毒气室里面犹太人可以撑多久。还有以前日本侵略东北的时候，731部队也拿东北人做医学实验啊，哪一种毒气可以赶快把人杀死？各位，好，所以我们再看这同类的逻辑。好，现在再跳到我跟我的外甥的那个聊天，我等一下再跳回来。我就跟他说：“泽平，舅舅发现你好多的思考都是从逻辑、理性、归纳、分析，甚至你想找出人生经验的所谓的方程式，然后找到一个所谓的普世标准，而套在你的身上，以至于你的人生就会幸福快乐。”来，各位就好像，假设这位同学这个婚姻经营得很好，那你的婚姻出现危机，那于是你就来请教他，他就告诉你，比如说怎么样？第一个，男人要抓住一个男人的心，要先抓住他的胃；第二个，要小心所有的闺蜜；第三个，可能你要让这个男人愿意来对你好，你就要对他的爸爸妈妈要会巴结，要会毕恭毕敬。好第四个可能怎么样好，你就学会了这么多点，你就把你从他身上
得到的经验法则用在你老公身上，各位，你一定成功吗？搞不好你死得很惨。比如说，我就讲第一点，抓住个男人，先抓住他的胃。你去问我太太，每次她问我要吃什么，第一个一定是随便，她再问第二次我就说大便。我就2个答案，随便跟大便。各位，因为我没有胃没有啦。你要怎么抓住我的胃，我都不知道。好，因为我对吃的部分，至少到目前为止，我可能觉得万物皆好吃我没有特别的在乎。对，是啊。好，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当我们都想要透过思考、逻辑、理性来解决问题，那我们就要问一件事：万一我们的思考、逻辑、理性是偏差的，怎么办？好，这里我来很简单问各位一个问题。比如说，我们讲心理学的训练，或者我们基金会办很多的比如自我觉察啦、陪谈技巧啦、同理心啦，或那天我们在新店的诊所办这个个案研讨会，许医师就跟心理师讲一件事，我就跟他们讲，你们在治疗一个个案也好，在了解一个个案也好，你是用你学的很多的知识去套在他身上。比如说，你是一个躁郁症的患者，你是一个思觉失调的患者，或是你曾经是一个被性侵的一个生命经历，那么我是不是看完了所有这种性侵或创伤的书跟理论，不断的去进修所谓的创伤的理论，最后我把所有这些理论套在你身上，各位所以你们仔细听哦，逻辑思考、理性分析，它永远是趋近法。趋近、靠近的意思。甚至我先引用赛斯的一句话：因为你没有办法在直觉层面直接看到问题的核心跟答案，你才会用趋近法。来，各位，这句话你们先记得哦。好，我的意思是，我如果可以直接心电感应感受到你的内心，我还需要用思考、逻辑、理性分析来趋近你到底在想什么吗？各位，等一下我就要讲什么叫趋近法，什么叫做直接用你的直觉或感觉直接贴近，或我甚至直接去感觉你的感觉，而不是去从你的生活蛛丝马迹去推敲你的感觉。各位，有些人是从你的行为，从你的很多蛛丝马迹去推敲。好，我再回到刚讲，我就跟我的外甥说，其实舅舅跟你说，我们从小到大，我们所受的训练都是逻辑、理性思考的训练，好像我们想要得到一个万能钥匙，以便适用在所有人身上。各位，就是我建立了一个 model， 然后可以套在每个人身上都合用。各位，就是很简单，我吃起来很好吃的，那么全世界每个人都应该觉得很好吃，你觉得是吗？
来，各位有点知道徐医师要表达的意思，你们有点抓到了。我穿起来很好看，或是一套服装，设计师觉得很漂亮。来，你们每个人都觉得漂亮吗？我讲艺术品好了。好，有时候你去看那个艺术品展览，一幅画，抽象画。好，然后你走进去看那幅抽象画，你心里就在想，我孙子画的可能都比这个好。结果你到后面看标价100万美金啊，要求这个标价怎么来的？来告诉我客观标准在哪里？请给我一个客观标准。来，如果我现在问各位，请给我一个普世的客观标准。如果我找到一个普世的客观标准，是不是代表这个普世的客观标准就可以运用在每个人身上了？那如果不是的话，我们从小到大的训练是在训练个什么挖沟啊？你们懂我在说什么了吗？我们的逻辑思考从小到大的教育，是否在帮我们追求一个客观化的标准，而按照这个标准去按照流程前进？好，来，徐医师先讲一句话：如果你们每个人都把自己变成一个客观化的标准，那么请问你还是个人吗？明白我的意思？好，如果你们每个人都是把自己朝向一个客观化的标准，就是你看什么事都让自己客观，你吃什么东西都让自己很客观，你面对你的孩子很客观，那你在谈恋爱的时候，你很客观的爱他，听懂了哈？然后爸妈有天跟你说，孩子，我们对你的爱是客观的，我很客观的爱着你。或许你当年谈恋爱的时候，你先生、你太太或男朋友、女朋友告诉你，我很爱你啊，我很客观的爱着你。来，你们对你们孩子的爱是客观还是主观？你最好客观。当然，我不是说客观没有是错的，我只是透过这个东西让各位去思考。当我们每个人把自己视为一个客观化的个体，当我们把自己视为一个对这个世界的所有的活动也好、观点也好，我们把自己客观化、标准化，那最后我为什么需要你？我 AI 就好了啊。AI 是什么？人工智慧啊，它比你客观多了。我为什么要你？各位，好，就开个玩笑。你到柜台去，你希望遇到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还是希望遇到一个机器人，很客观的跟你说话？来，知道我的意思吗？来，我讲夫妻有一种吵架，叫先生永远很客观。比如说，你想告诉他你的原生家庭跟妈妈的什么委屈，他就很客观分析给你听，然后你最后就会想扒他的头。我不是要你很客观的分析给我听，我要你很主观的支持我的感觉。来，是不是？来，各位，徐医师再讲一个看起来很小的东西，其实却影响到整个人类的文明。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当社会上这么多的媒体带着这么多的恐惧、偏见与限制的资讯的时候，你是否问过自己，什么才能让你跟全家人及孩子们能够得到正向的能量，能够对未来充满了期待跟喜悦，而活出生命的独特、平安跟自在呢？为了这个目的，我们成立了赛斯网络公益电视台，就是希望为全世界的人类提供一个向内觉察、传递正能量，协助每一个人都能把我们内在的正能量、我们的内我的爱
智慧、慈悲、创造力、喜悦跟潜能打开，让我们的社会更和谐，来活出身心灵平衡健康的人生。而这10几年来，赛斯网络公益电视台一共自播了身心灵的公益讲座、读书会近2000场，而我们所有的时事健康节目也近100集。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支持我们的理念，希望您一起来支持我们的赛斯网络公益电视台，而您的小小的捐款能够让我们大大的出力，能够让我们为这个社会尽每个人能尽的一己的力量。希望您能够与我们一同来参与这样的行列。再次的谢谢你。